第4课，约瑟的遭遇，从被害者到祝福者。想象一下，你辛勤工作，忠心耿耿，却被人诬陷，甚至因此失去工作、名声，甚至自由。你该怎么办？是愤怒的反击，还是默默忍受？圣经中的约瑟就经历过这样的遭遇，他没有做错任何事，却被亲兄弟出卖，被主人约往，被囚禁多年。换作是我们，可能会怨天尤人，甚至想要报复，但约瑟却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路，他从被害者变成了祝福者。这堂课，我们将透过约瑟的故事，学习如何在职场不公与困境中，仍然保持信心，依靠神，并最终看见神的祝福。1. 约瑟被兄长与主人冤屈。约瑟是雅各最宠爱的儿子，这让他的哥哥们嫉妒不已，他们无法忍受父亲对约瑟的偏爱，更讨厌他那些梦，于是决定对他痛下毒手。约瑟到了他们那里，他们就扒了他的外衣，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，把他丢在坑里。后来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，带到埃及去了。创世纪37章23到28节节录，约瑟的世界在一夕之间崩塌，他从父亲的掌上明珠变成了被卖到异乡的奴隶。你能想象这种被至亲出卖的痛苦吗？到了埃及后，约瑟进入了波提乏的家中，成为他的管家。即使身处逆境，他仍然忠心工作，获得主人的信任。然而，就在他以为自己终能过上安稳的生活时，灾难再次降临。波提乏的妻子看中了约瑟，想要引诱他，但约瑟敬畏神，拒绝了他。然而，这个拒绝却为他带来了更大的麻烦。波提乏的妻子对她的丈夫说：“这个希伯来人戏弄我。”波提乏听见妻子的话，怒气大发，把约瑟下在监里。创世纪39章19到20节节录，约瑟无辜入狱，从奴隶变成了囚犯。他的忠心没有带来回报，反而让他陷入更深的困境。2. 如何在苦难中仍然依靠神？约瑟的遭遇与我们的职场经历是否有些相似？也许你曾因诚实而得罪上司，也许你的努力被别人夺取，也许你曾被误解、排挤，甚至被刻意打压。这些时候，我们该如何自处？1. 信靠神，而不是环境。即使遭受背叛与误解，约瑟始终选择信靠神，而不是怨天尤人。他没有沉溺于苦毒，而是在监狱里仍旧保持优秀的品格，最终被监狱长器重。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使他在监狱里蒙恩。创世纪39章21节。淑敏在公司里工作认真，但他的主管却总是打压他，甚至在绩效考核中故意给他差评，让他错失升迁机会。他一度想要辞职，但他选择了先交托给神，并继续努力。后来公司内部进行调整，主管被调职，而淑敏因为一贯的优秀表现，顺利接替了这个职位。他没有为自己伸冤，但神为他开了一条新的路。2. 保持专业与忠心。
约瑟不论在波提乏的家里，还是在监狱中，都始终尽心尽力做好当下的工作。他没有因为环境艰难就自暴自弃，而是忠心到底。约瑟在监狱里，凡交在他手里的事，他都办理，监狱长一概不查看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。创世纪39章22到23节。即使身陷困境，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忠心，并相信神的计划不会因人的恶意而受阻。永强在职场上常被同事排挤，甚至被故意找茬，但他没有因此懒散，反而更加努力，保持专业与敬业的态度。后来公司高层注意到了他的努力，直接提拔他，甚至跳过了那位一直刁难他的同事。3. 约瑟的故事如何教导我们面对职场不公？最后，约瑟的故事并没有停留在苦难中，反而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。当法老做了奇怪的梦，没有人能解释时，约瑟因着神所赐的智慧，被招进宫中解梦，并最终被提升为埃及的宰相。法老对约瑟说，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，你可以掌管我的家。创世纪41章39到40节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职场的不公不会阻止神对你的计划，即使被人伤害，神仍然掌权，他能够扭转一切。我们可以选择苦毒与报复，也可以选择饶恕与信靠。最终，约瑟没有向那些伤害过他的人报复，反而选择了饶恕。他对兄弟们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。创世纪50章20节。这就是从被害者到祝福者的转变。结语：被诬陷、排挤时，不要自暴自弃，而是继续信靠神。保持专业与忠心，神会在适当的时候提升你。即使受害，也要选择饶恕，因为神掌权，他的计划远超过人的恶意。当你在职场上遭遇不公，记得神不会让你的努力白费，他正在为你预备更大的祝福。